来喽，各位观众，欢迎来到阿红厨房。这一期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皮蛋。这个皮蛋呢，也就是由鸭蛋或者是鸡蛋做出来的啦。在这个腌制的过程中这个碱会慢慢从它的蛋壳进入到这个蛋里面才会形成这个皮蛋的。OK 非常棒的一个食材。那我们讲好的食材，往往都是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嘛就比如讲这个皮蛋粥，够简单了吧以前我们小时候时常就会发热是吗？还是牙痛这些都是发热上火老人家常讲上火 ，OK 他们就会叫你去叫我妈妈还是他们自己去煲那个粥皮蛋瘦肉粥，因为皮蛋它是属于那个凉性的跟猪肉一起结合出来煮粥，我们就会吃了下火这个是一个中医的角度啦那除了这个皮蛋粥，我们还有很多皮蛋的料理都是很简单很好吃的。比如讲这一期我要做的这个也叫做这个皮蛋豆腐 ，OK， 皮蛋豆腐也是一个很简单很好吃的，要在餐厅才可以吃到的。今天我们在家自己搞好不好？那今天我用的这个皮蛋呢，也就是叫做鸡皮蛋皮蛋也可以叫做松花蛋。这个皮蛋呢，我给你们一个比较好处理的方法，就是你水开了，你拿去蒸蒸个5-6分钟这样子你蒸出来它会怎样？它的蛋黄会凝结起来，就是你切的时候比较好切一点的 ，OK 当然你要直接这样剥皮直接用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一道菜呢，也可以算是一个15分钟里面可以完成的料理了好像你临时要接待客人你又赶不进，你可以考虑一下这道又好看又好吃的那现在这个皮蛋在蒸煮的时候，我们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准备一些香料。香料方面呢，我这边有2粒的蒜米啦你把它切碎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点这个葱白青葱里面的葱白把它一样啦切成小粒。这个葱呢也可以起到一个增香的作用嘛那我们把它放到碗里面跟这个蒜米一起。想要刺激一点的话小辣椒跟它下2条同样的把它切成粒啦，这样才够刺激嘛。香料就这么简单了蒜米这个葱白小辣椒那我们的皮蛋也是差不多了，来看一下。那有些有花，有些没有花。你看这个花这个有花，这个有一点花了看到吗？你看这个就是有花的有些有，有些没有这个是有花的，看得清楚吗？这个就是为什么叫做松花蛋嘛。好了，剥完皮了，我们现在就把这个皮蛋把它切成小颗粒，先开出来看一下它的黄。你看这个已经凝结起来了，所以它不会有那个汁流出来，这样子就比较好切的先把它改成条。我们再切粒。蛮漂亮的这个皮蛋透明的水了。我妈妈呢以前教我的方法呢怎么样切那个鸡蛋美他们就用那个缝衣服的线他们用线来这样割，哇，出来真的是很美但是现在我们不用了，不是很大量嘛随便这样切一切切到粒就可以了。好了，搞定，皮蛋搞定了，最后就是这个豆腐了啦我们来看一下。你看这个豆腐这样撕不掉的我们拿刀来割这样割更加快勾一下上来豆腐的话呢，我们用这种水豆腐是最适合的了这个是不需要再砧板操作的，我们直接把它 cup 在碗里面就可以了，盖下去就可以了好，拍一下出来了。哎呀，好像旁边这个水看我们用布把它擦一下擦一下。好，下一步拿起你的小刀，然后我们来改一改 OK， 我们来这样子切一片一片嘛这种豆腐就特别好处理的给它躺下。皮蛋呢，我们先不要排进去先，我们先来烧一点香油，然后调一下味道。我们的锅稍微有点热了，我们就下一点香油这一步也是蛮重要的，就直接把油烧到冒烟，淋到这个香料里面这样子慢慢可以激发出它的香味水了，搅一搅。OK， 来调味，我先来点生抽1汤匙 ，OK， 大概了然后我们再来一点这个再来一点黑醋，一点点就好了，1茶匙把它搅一搅。
这样就好了哈，简简单单的哈，不用其他调味哈，这样已经很香很香了哈。现在我们来摆一下盘哦，好嘞，终于可以上菜了哈，皮蛋哦铺在面，皮蛋铺在面，好这边放一点，这边放一点，最后上料汁，哎呀，葱花 ，OK， 搞定，是不是很简单啊？15分钟的时间哈，搞定一道好可以招待客人的菜。哇，刚才一弄好，我肚子就马上来叫了哈。因为就是很开胃的一道菜嘛哈，你在中国餐厅最少20到30块里面哈，只是皮蛋跟豆腐罢了啊。今天我们可以自己这样做出来哈，试一下皮蛋豆腐来。哦，这皮蛋呢蒸了是比较美一点的哦。好，开吃。哦，My God， 哦，爽！很多人很喜欢把这个豆腐拿去蒸，我觉得不要，你就这样给它冷冷这样吃，特别好吃哈，真的是特别爽口，特别好吃，而且老人家牙口不好的也是可以吃。当然你们不可以接受辣的就不要放小辣椒咯，也是很好吃，太棒了。好了，那这一期的影片也接近尾声了啦，真的很好吃这个豆腐。我还是那句话了哈，好的食材我们简单煮就好。OK， 那喜欢这一道皮蛋豆腐的朋友们呢，记得帮我点个赞，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好吗？那我是阿红，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